钱的灵性很高，你越懂它，它越找你。发过财的就知道，莫名其妙的就发财了，运气来的时候挡都挡不住，不想发财都不行，而且来的都很轻松，辛辛苦苦，累死累活，赚的钱都是小钱，而且这样的钱很难存下来，根本留不住。其实钱也是有灵性的，它会主动去寻找合适的主人，赚钱都是不费力的，费力的都赚不到钱。钱就是道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大千世界是由道衍生的，谁能抓住这个无形的道，谁就拥有了一切。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接近道的品质，第一个是水，第二个是钱。金木水火土中的水就代表财，因为这两个东西的品质最接近，并且最符合道。道德经里说，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。意思是至高的善德善举就如同水的品性，默默滋养世间万物而不争强斗胜。所谓大道无形，水也是这样，它玉气成形，无论被放在哪里都能融入对方，滋润对方。它哪儿低洼就往哪里去，哪里的草木最干渴，它就流向哪里。它可以利润万物，却能做到无我。钱也这样，它从一个地方流到另一个地方，从一个口袋奔向另一个口袋，从不执着于拥有它的主人。谁最值得拥有它，谁最真正的需要它，它就流向谁。它时刻都在那里，总是被最懂它、最需要的人看见。水往低处流，钱也往洼处走。什么是洼处呢？就是最需要、最紧迫、最能滋生万物的地方，并且只有当它被利用的时刻，它才能成为它自己。一旦它停止下来，它就不再是它。道生万物，钱也可以生万物。钱能变出人间的一切，比如幸福、快乐、满足、名声、地位、权力，也有算计、痛苦、争斗、厮杀、牢狱、毁灭等等。那么为什么越想赚钱越赚不到钱呢？人生的绝大多数问题表面上看都是缺钱导致的，实际上一个人缺多少钱就缺多少道，因为两者永远都是同在的。钱和道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钱在明处，道在暗处，有一个千古不变的规律，有形的东西决定无形的东西，求钱必先明道。然而人们总是把很多痛苦直接归结于没钱，这两个字真的是背了太多的锅。没钱是一种结果，它往往是对道的认知不足导致的。人们往往只盯着有形的钱本身，而不去钱背后那个无形的道。道是规律，是原理，是趋势，是包容，是开放，是价值，是大爱。人一旦放弃对这些东西的追求，而只谈钱，无异于缘木求鱼。毕竟孤阴不生，孤阳不长。因此绝大多数人的真正问题在于只想得到眼前的利益，却从不想
长远的学习和提升，这就陷入到一种越想急于赚钱，却又越赚不到钱的恶性循环。钱的背后是产品和服务，把产品和服务做到极致，钱自然就来了。产品和服务的背后是人心，社会无论怎么变，人心不变，人心的背后就是道，得道后就很容易赚钱。商圣范蠡就是最典型的例子，他师从既然，他完全抓住了规律和人性，弃政从商，很快成为富豪，然后散尽家财去做慈善，再去另外一个地方白手起家，很快又能富甲一方。前后3次散尽家财救济贫困，被后世供奉。他为什么那么厉害？因为他老师的老师是老子，更因为他参透了大道。为什么绝大部分人赚不到大钱？因为钱的反噬力非常大，一个人没有很高的德性、贡献、智慧，很难扛得住这种反噬力。就像开真枪时都有一股很强的后退力一样，如果一个人不够稳固，就会被推倒在地。看看我们身边吧，很多人赚到的钱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就开始飘了。他们作威作福，奢侈无度，无视规则和伦理，破坏公序良俗。每个人这一辈子赚的钱都有一个临界点。当一个人的低劣本性被金钱暴露的那个财富值，就是你财富的极限。钱就是水，人就是舟，水可载舟，也可覆舟，厚德载物。一个人拥有多大的品行，就配拥有多大的财富。请记住下面5句话：一，没钱的时候，先把勤奋舍出去，机会就来了，这叫天道酬勤。2，当机会来了，再把诚信舍出去，钱就来了，这叫诚信为本。3，当有钱了，再把慷慨舍出去，人就来了，这叫财散人聚。4，当有人了，再把爱舍出去，事业就来了，这叫厚德载物。5，当事业来了，再把智慧舍出去，幸福就来了，这叫德行天下。那么，金钱能让人变坏吗？这个问题自古至今就被不停地提起。其实，金钱并不会让人变坏，也不会使人变好，它只能让人暴露真实的自己。金钱就和权力一样，是人性的放大器，它们会将人本身的样子放大很多倍，让人活着更接近最真实的自己。人在贫穷的时候，没机会释放自己的傲慢、无耻，也没能力发挥自己的慷慨、善良。人一旦有钱了，虚荣、贪婪、傲慢、自私、淫欲都会放大，相应的人的慷慨、善良、勇敢、仁慈、孝敬、奉献也会放大。金钱让高贵的人更高贵，卑鄙的人更卑鄙。金钱让深刻的人更深刻，浅薄的人更浅薄。为什么孔子、老子这样的圣人都不需要钱？其实，人们所谓的太需要钱，仅仅只是需要其他东西的一个借口，是我们内心残缺的一种表现。比如迫切需要被认可，
欲望的窟窿无法填满，极度的自卑等等。圣人往往是内心圆满的人，因为圆满，所以没有所求。所谓无欲则刚，因此他们可以坦然处之。钱只是一个工具和手段，它可以帮我们渡河，但是圣人一个念头即可过河，或者说他们早就在了彼岸。人们总以为幸福是有什么，却很少人能意识到，没有什么也是一种幸福。比如没有病痛，没有担忧，没有惊恐，没有不安。圣人不是清高，而是因为他们已经的到了，他们本身就是道，就是钱，所以再也不需要钱了。圣人本身就像流水一样的生活，无处不在，像钱一样的被众生需要，被众生供奉。圣人只需要值钱，而不需要赚钱。值钱远比赚钱更重要，因为值钱是钱求人，而赚钱是人求钱。钱是最公平的价值尺规，这个社会一切都变成了可以衡量的钱，这是非常合理的。只有把钱才能充当价值尺度，才能将一切价值量化、标准化，这能将社会最有效的资源流通到最合适的地方去。这就是未来的商业文明，让最合适的人去做最合适的事。我们只需要完成我们最擅长的环节，集中我们所有的精力、思想和努力，将这个环节做到极致，其他环节自然有人来配合。我们根本不用担心人们将因为追求金钱而丧失道德，因为当人人都在讲规则的时候，道德自然就会兴起。相反，当一个社会人人都在标榜道德的时候，说明这个社会已经没有道德可言了。道德经里说，大道废，有仁义，意思是如果一个社会的规则都被破坏了，就会处处崇尚道德品行。一个人越缺少什么，就越炫耀什么。同样的，一个社会越缺少什么，就越标榜和炫耀什么。所以，好的公司根本不会和员工谈情怀，只跟员工谈钱。好的男生也不需要和女生大谈感情，只会默默为女生付出。那些张口就是道德和情怀的人，往往都用这个标准加持别人，然后悄悄实现自己的利益。没错，谈钱的确庸俗，但生活就需要直面各种庸俗。所谓浪漫，就是要把各种庸俗的变为美好的过程。和人谈钱，往往会把人锻炼成狼，而和人谈感情，往往会把人养成白眼狼。靠钱维持的关系，如果能一直维持下去，最后往往会产生感情。而一开始就靠感情维持的关系，往往很容易因利益而分开，到最后就是互相记恨。赚钱也是修行，钱可以让人觉悟，赚钱是一种修行，谈钱是一种大爱，但钱只是工具，而不是目的，道才是。钱是一座桥，赚钱就是过桥，过了桥去哪里？去拥抱大道，得到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。钱的本质是流动的能量，它汇聚了人们的需求与贡献，
懂得运用钱的规律，就能成就伟业。重要的是心怀善意，立足长远，用智慧而非欲望看待钱，抓住时间的脉搏，找到内心的平衡，我们便能成为道的载体，传递正能量。赚钱不是目的，而是一种手段，一座桥梁。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磨砺品格，汲取人生的智慧。真正的财富是内心的富足，天道酬勤，德才兼备，用智慧和爱心造福世人，积累好善报，我们终将获得生命的恩宠，过上有意义的人生。今天的话，如果你听懂了，心有所获，请按个赞给我们回应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